共居養老比養老院自由，比獨居安全，1個月花不到2萬。這幾句話在網絡上一直有人在傳。先把結論放在最前面，台灣真的做過，而且做過的人幾乎都散了。2017年，新北市在三峽的北大社宅辦了台灣第一批輕盈共居，3戶社會住宅打通，10張床，3位長輩配7位青年一起生活。入住半年就開始摩擦，3年之後，3位長輩只剩1位。2020年租約到期，這個計劃沒有再延續。台北也有一組，文化大學跟陽明老人公寓合作，讓學生住進老人公寓陪長輩，推了8年，到2025年只剩3名學生。這一支影片不賣夢，只講3件事，當年到底卡在哪裡？政府現在改推的是哪一種做法？我先講白，是不住同一戶，只住同一棟，做鄰居不做室友。那個做法有正式的名字，等一下會講給你聽。還有月花不到2萬這個數字，在台灣到底有沒有真的存在過？先講三峽北大這一批，因為它是台灣第一次認真做。2017年，新北市城鄉發展局找了民間团隊合作，把3戶社會住宅合併起來，改成一個共居的大單位，房間是各自分開的，客廳共用，廚房共用，餐桌共用，總共10張床。一開始不是直接叫人搬進去，2017年的7月到8月，先辦了3梯次的體驗營，讓報名的人先進來住幾天，看看合不合得來，再決定要不要常住。這個設計本身是有道理的，先試住再決定，聽起來很周到。體驗營的報名人數是473人，這個數字現在回頭看還是很嚇人，等於事情還沒開始，就有將近500個人舉手說我想試試看。隔年2018年的春天，正式開始為期半年的長期共居，3位銀髮族，7位青年，一起煮飯，一起吃飯，一起辦活動，媒體進去拍，畫面拍出來非常好看，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他一開始就沒人理，人氣是真的旺過。問題從來不是沒有人想住，問題是住進去以後，這一點很重要。我多講一句，很多政策做不起來，是因為根本沒人報名。輕盈共居不是，輕盈共居是報名的人擠破頭，住進去以後才出事。這代表大家對這個想法是有渴望的。長輩怕孤單，年輕人缺房租，兩邊的需求都是真的。真的東西是需求，不真的是那個做法。摩擦大概就在半年前後浮出來，而且吵的內容講出來，你會覺得很熟悉。長輩嫌年輕人太晚睡，11點、12點了還在講話，還在走動，還在用廚房，吵到睡不着。年輕人嫌長輩太早起，5點多就起來開燈、開電視，在廚房洗洗弄弄，而且愛管閒事。看到年輕人晚回家會問你去哪裡，看到碗沒洗會念一句，聽起來像不像自己家裡？很像。差別在哪裡？家裡是親人，念歸念，忍一忍就過去了。共居的這些人彼此是陌生人，陌生人沒有那個忍下去的理由。還有一個很現實的落差，體驗營只住幾天，住幾天的時候大家都是客人，客人都很客氣，客人會收拾，會笑，會忍。常住半年之後，客人變成室友，室友就會做自己。真正的生活習慣要住到第3個月、第4個月才會全部跑出來。體驗營看得到熱鬧，看不到長期。後來連通訊群組裡都吵起來，那個群組本來是拿來約吃飯、約活動的，最後變成互相講話的地方。群組這種東西也有它的問題，當面講，一句話講完就過去了，打在群組裡，字留在那邊，所有人都看得到，隔天還在。本來只是一個作息問題，變成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，臉就掛不住了。同一個屋檐下，臉一掛不住，關係就很難修回來。新北市城鄉發展局的科長江宜瑩後來受訪講了一句很誠實的話，他說把不認識的人硬塞在一起生活難度太高。這句話是官方講的，不是我加上去的。一個親手辦過這個計劃的公務員事後回頭看，講的不是經費不夠，不是宣傳不夠，不是房子不夠好，講的是人跟人本來就不容易硬湊在一起。接下來講數字，因為數字最誠實。立法院法制局在2021年7月出過一份研析報告，題目是建構多元老人住宅政策之研析。那份報告裡面白紙黑字記着三峽北大這個案子，3位長者最後只剩1位，7名青年裡面有2人因為職涯考量提前離開，媒體那邊的記錄也對得上。中國時報在2021年5月報道，
10張床剩6個人在睡，2位女性長輩提早解約，理由是要回家照顧家人。這裡我要特別把一件事講清楚，這個計劃不是撐不到1年就收掉，網絡上有人這樣寫，那是不準的。共居的關係大概半年就開始裂沒有錯，但是租約一直到2020年才到期，2021年床位上還有6個人在住。新北市官方的說法是，北大這邊空間小，發展有限，因此不延續計劃。2020年租約到期以後暫告一段落。官方沒有說失敗，官方說的是不延續，是暫告一段落。我照原話講給你聽，判斷留給你自己。不過有一個細節不能跳過，走掉的那2位長輩，理由是回家照顧家人。這個理由聽起來跟共居沒關係，其實關係很大。台灣60幾歲、70幾歲的長輩，很多人手上還有事情要顧，有的要顧更老的爸媽，有的要幫忙帶孫子。這些人不是只想找個地方住，是隨時可能被家裡叫回去。共居這種模式需要住戶穩定，需要人一直在。可是這個年紀的人最沒辦法保證的就是一直在，這也是規劃的時候比較少被考慮到的一件事。台北那一組其實跟三峽同一年開始，也沒有比較順。2017年，文化大學跟台北市的陽明老人公寓合作，做法不太一樣，不是把社宅打通，是把老人公寓裡面4間長輩的單人房改造成雙人房。一間房裡面1位長輩，1位學生。學生的條件其實非常好，每一個學期最多收8名學生，月租3000元。在台北市，3000元租到一個有人管理、有人打掃，還附設施的床位，校外根本找不到。交換條件是換工，每一年要提供20小時的公共服務，陪長輩聊天，教長輩用手機，幫忙帶活動。20小時分到1整年，其實不算重，平均1個月不到2小時。這個設計看起來很合理，出發點也很好，年輕人省房租，長輩有人陪。但是後面的發展沒有照着這個劇本走，推到2025年，公共電視在9月報道，這個計劃只剩3名學生住在裡面。有議員質疑，講得比較重，說是形同停擺。這一句形同停擺是議員的質疑用語，我原話轉述，不是我下的定論。還有一件事，我覺得更關鍵，這個計劃從2017年推到2025年，推了8年，名義上還掛在試辦，推8年還在試辦。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一些東西。疫情之後，學生願意搬進去的狀況也明顯下滑。台北這一組的設計其實比三峽保守很多，他沒有把長輩丟到一個全新的地方。長輩本來就住在老人公寓裡，有工作人員，有餐廳，有既有的生活步調，搬進來的只有學生。照理說這樣風險更低，結果一樣沒有做大。這說明一件事，問題不在於房子舊還是新，也不在於有沒有專業人員照顧。問題出在同一個房間裡塞2個世代這件事本身。單人房改成雙人房，長輩少掉的是自己的空間。一個780歲的人，一輩子最後那幾坪要跟一個不認識的大學生分着用，這件事光是想就知道不容易。兩邊都不順，原因其實是同一組，我整理成4點，這4點才是這一支影片真正想留給你的東西。第一點，把陌生人硬湊成室友。一般人合租是自己找朋友，自己看人，合不來可以不租。青銀共居是別人替你配，長輩不是自己挑室友，年輕人也不是自己挑房東，兩邊都是被安排的。被安排的關係一開始就少了一個東西，叫做退場。合不來的時候沒得換，只能忍，忍到最後就是搬走。第二點，作息跟生活習慣的落差，中間沒有緩衝空間。70歲的人5點起床，25歲的人1點睡覺，這不是誰對誰錯，這是生理。真正的問題是那個空間沒有給落差留餘地。共用的客廳，共用的廚房，一個人在用，另一個人就得配合。如果每一戶有自己的門，自己的廚房，這些事情根本吵不起来。房子的設計決定了人會不會吵架。第3點，青年不是同儕，是換工，關係從一開始就不對等。不管是三峽的青年，還是台北那些1年要做20小時公共服務的學生，他們的身份都不是單純的鄰居，是拿便宜租金換服務的人。長輩心裡清楚，這些孩子是因為房租才來的，年輕人心裡也清楚，我住這裡是有義務的。這樣的關係很難自然，一自然不起來，相處就變成交差。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地方，
年輕人是流動的，念完書要工作，工作要換城市，談戀愛要搬出去，他們本來就不會在同一個地方待很久。長輩要的卻是穩定，是明年後年還看得到同樣的臉。把一個流動的族群配給一個需要穩定的族群，時間一拉長就會出問題。三峽那7個青年走掉2個，理由就是職涯考量，這不是誰的錯，這是人生。第4點，規模太小，撐不出一個社群。10張床，10個人，1個人退出就少掉1/10。3位長輩走了2位，剩下那1位就是孤單一個人面對剩下的5個年輕人。社群這種東西要人多才轉得動，人少的時候，任何一點摩擦都會被放大，任何一個人離開都是重傷。官方講的空間小，發展有限，講的就是這件事。4點加起來，你會發現失敗的不是長輩，也不是年輕人，是那個模式本身。再補一點我自己的觀察，這一類計劃在規劃的時候，常常把長輩想成一種需要被陪伴的對象，把年輕人想成一種可以提供陪伴的資源。這個想法本身就有問題。長輩要的不是有人來陪，是有人跟他平起平坐。一旦你被安排成需要被照顧的那一方，你在那個屋子裡就矮了一截，話不敢多講，事不敢多要求，久了自己就會想搬走。真正長久的關係是互相欠一點人情，你幫我收個包裹，我幫你留一鍋湯，這種關係沒辦法用合約規定，只能靠住得夠近，住得夠久，自己長出來。所以政府現在改推的是什麼？答案在這裡，4個字：青銀共鄰。共鄰跟共居只差1個字，差別非常大。共居是住同一戶，共用大門，共用客廳，共用廚房。共鄰是各住各的門，各有各的廚房，各有各的浴室，各有各的鎖。你住3樓，我住5樓，我們是同一棟的鄰居，不是室友。新北市在新店的央北社宅推的計劃，正式名稱叫做跨世代共居種子計劃。城鄉發展局從民國112年起就公告甄選簡章，到民國115年度還在繼續辦。做法是這樣，招募一批種子戶，裡面有銀髮族，也有青年，他們就是正常承租社會住宅，正常付租金，適用分級租金補貼的住戶，跟其他人一樣有自己完整的一戶。差別只在於種子戶要拿自己的專長出來，替整棟樓帶活動。有人教語言，有人帶瑜伽，有人玩音樂，有人做手作，這些不是被規定的服務時數，是各自會什麼就開什麼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能，守望相助。同一棟裡面有人認識你，知道你住幾樓，2-3天沒看到你，會走過去敲一下門問一聲。這件事對獨居長輩的意義比任何活動都大。一個人住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出事的時候沒有人知道。同一棟裡面有幾個叫得出名字的人，這件事就解決了一大半。而且完全不需要犧牲你的隱私跟自由。累計已經招募到大約29戶種子戶，這個數字我要標一下，是根據市府公告跟新聞整理出來的累計數。最新的戶數，請以城鄉發展局的公告為準。你把這個做法跟三峽那一批比一比，就會看到差在哪裡。三峽是先把人湊在一起，再期待感情長出來。央北是先讓每一個人有自己完整的家，感情要不要長，交給時間。前面那種一旦合不來就是災難，後面這種就算完全不來往，你頂多是少參加幾場活動，家還是你的家，門還是你的門。這就是青銀共鄰最關鍵的一句話：共居失敗，失敗在門，門一共用，摩擦沒有出口，門一分開，同一棟樓照樣有人情，只是誰都不會被綁住。新北市副市長陳純進講過，很多縣市推青銀共居都遇到瓶頸，所以新北改推青銀共鄰，再逐步擴大到其他社宅。至於已經擴到哪幾處，官方目前只講新店、央北等社宅逐步擴大，沒有給完整名單。我在這裡不幫他們列名單，想確認的人直接打去新北市城鄉發展局問住宅發展科最準。再往下還有一個更遠的規劃，同一位副市長講過，因應高齡化社會，未來社宅將規劃熟齡共居，50歲以上不婚不生的族群可以住在同一個樓層作伴。這句話我一定要先把話說在前面，這是規劃，不是已經上路，沒有指定是哪一個社宅，沒有時程表，沒有申請辦法。你現在打電話去問，問不到可以報名的窗口，這一段你就當做一個方向在聽，不要當成明天就能申請的事情。但這個方向真的值得講，因為他把前面那些教訓全部吃進去了。同一個樓層，各住各的門，年紀相近，
作息也相近，不用強迫誰照顧誰，也不用交什麼服務時數，要來往就出門，不想來往就關門，走廊上遇得到，門一關又是自己的家，這才是共居原本應該長的樣子。年紀相近這一點特別關鍵。前面2個案子最大的難題就是世代差距，一群50歲、60歲的人住在一起，作息接近，聊得起來，講的是同一個年代的事，摩擦自然少很多。而且50歲以上不婚不生這一群人，人數只會越來越多。這一代很多人沒有子女，或者子女在國外，在南部，老了以後身邊沒有人，與其等到走不動才被送去機構，不如在還走得動的時候，先跟一群年紀差不多的人住成同一層樓的鄰居。誰住院了，有人知道；誰好幾天沒開門，有人會問。這種安排不是照顧，是互相看着。只是我再講一次，這件事目前還停在規劃階段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報名。另外補一個台中的做法，台中市府推的共居房型可以住2個人到4個人，但是不刻意去媒合青年跟高齡者。北屯的社宅那一批20戶都住滿了，不硬湊反而住得住。這個對照很有意思，硬要配對的都做不久，不配對單純把房子租出去的反而滿住。最後講錢，這一段是很多人真正想知道的，我壓到現在才講。月花不到2萬，這個數字在台灣找不到任何一個站得住腳的完整對應案例。我把話講得更清楚一點，我找不到任何一個台灣本地可以查證的具體出處能對得上這個數字。這句話很可能是從對岸的抱團養老報道傳過來的，被人拿到台灣的語境裡直接套用。我不會編，一個網友都說來給你聽，我只能誠實告訴你，查不到。這種數字最容易騙人的地方是它從來不講包含什麼，有的把伙食算進去，有的沒有，有的把水電算進去，有的沒有，有的講的是一個床位，有的講的是一整戶。你看到一個很低的數字，第一件事永遠是問清楚這個錢裡面到底含了什麼，沒含什麼，還要另外付什麼，那真實的價格是多少。有一家民間共生宅，月租大約是38000元到78000元，保證金是2個月租金，入住要年滿50歲，生活可以自理，伙食費、管理費、電費全部另外算。這是2026年1月見報的資料。順帶一提，這一家的價格在網絡上流通着2個不同版本，真的要去住之前，一定要用官網或者打電話問到的當期價目為準。同一份資料裡面有一張全台12家養生村跟共生宅的費用比較表，那12家裡面只有1家勉強壓在2萬以下，是一間單人套房，大約18500元，而且這個價錢是含伙食費的。剩下的11家月費全部都在2萬以上。我不點名任何一家，也不做排名，更不會說哪一家值得住，哪一家不值得。我把價格代攤開來，只是要讓你知道真實的行情長什麼樣子。價格為什麼壓不下來？其實很好理解，你付的不只是房租，裡面有煮飯的人，有打掃的人，有24小時值班的人，有維修的人，人事成本擺在那邊，房子再舊也降不下去。任何人跟你說1個月不到2萬就能享受這一整套服務，你要先問的不是便宜多少，是誰在做這些事，他領多少錢。比較接近2萬的是公辦的老人公寓。以陽明老人公寓来說，流傳的數字是單人房1個月16800元，雙人房25400元，伙食費4800元，水電另計。但是這一組數字是二手整理來的，我沒有辦法跟你打包票，要用之前請自己去台北市社會局的公開資料核對。所以那句月花不到2萬，比較誠實的說法是這樣。在台灣2萬塊錢頂多買得到最陽春的一間單人套房，買不到網絡上講的那一整套有人照顧、有人煮飯又住得寬鬆的生活。2萬塊錢買得到的是一個便宜的租金，前提是你排得到社會住宅。那長輩到底還有什麼路可以走？社會住宅是目前最實際的一條。住宅法規定，社會住宅至少要有40%以上的比率出租給經濟或社會弱勢，65歲以上的老人就是法定弱勢身份的其中一類。但是有一句話要聽清楚，立法院法制局特別指出過，老人只是众多受益類別的其中一種，不是專屬的保障名額。你還是要沒有自有住宅，還是要符合所得跟財產的門檻才排得進去。租金是分級補貼，內政部的說明是，
大致落在市價的3折到8折之間，實際折數看你的家庭條件，所得愈低，折數愈低，這是分級的意思。不是每個人都拿3折，也不是每個人都要付8折。看到別人說社宅很便宜，你要先算自己那一級落在哪裡，才知道每個月實際要付多少。新北市這邊還多2個規定，已經住進社會住宅的65歲單身獨居長輩，或者跟65歲以上的配偶、直系親屬一起住的，可以酌予延長租期。另外，從2025年11月起，原住民族長者申請的年齡從65歲降到55歲。這些規定各縣市不一樣，也一直在改，一定要以你戶籍所在縣市的最新公告為準。還有一件事，很多長輩不知道，社會住宅不是只有年輕人在搶，很多長輩看到社會住宅4個字，直覺就以為那是給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住的，自己不會去問，結果就是資格明明符合，卻從來沒有登記過。你如果符合條件，該登記就去登記，排不到也不會損失什麼，排到了就是實實在在省下一大筆房租。另外要提醒的是，租期，社會住宅不是永久的，是有租約年限的，到期能不能續租看規定，所以它適合當作一段路，不適合当作最後一站。真正要早一點想的是未來身體變差，走不動以後要住哪裡，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。最好趁還健康的時候就跟家人講清楚。回到最前面那3句話，共居養老比養老院自由，這一句半對，因為要看你住的是哪一種共居。比獨居安全，這一句要看做法，硬湊室友不見得安全，同一棟有鄰居才真的安全，月花不到2萬，這一句在台灣是假的。台灣第一批青銀共居沒有走下去，不代表共居這件事沒有價值，它證明的是一件更具體的事。共居不能用湊室友的方式做，尤其不能把2個差了幾十歲的人硬塞進同一個房間。要做就是各住各的門，保留每一個人關門的權利，讓來往變成自願的，不是被安排的。這正是青銀共鄰在做的事，也是這幾年最重要的一個轉彎。這個轉彎其實也適用在自己家裡，很多長輩跟成年子女一起住，吵的東西跟三峽那批人吵的一模一樣，作息、家事，誰管誰？答案也一樣，不是誰要忍耐，是把界限劃清楚，哪些空間是共用的，哪些時間互相不打擾，誰負責哪一塊，一開始就講明白，比事後生氣有用得多。如果你或者家裡的長輩正在想這條路，我給你3個很具體的動作：去查你戶籍所在縣市有沒有社會住宅正在招租，看清楚65歲以上的資格條件跟所得財產門檻，符合就去登記，不符合也先弄懂差在哪裡。對青銀共鄰有興趣的，直接打電話到新北市城鄉發展局，問跨世代共居種子計劃下一梯次什麼時候公告，不要在網絡上空等消息。問的時候順便問清楚2件事，一件是種子戶要負擔什麼義務，另一件是租期多久，到期怎麼辦。這2件事沒問清楚就簽約，後面很容易後悔。看到任何說月花不到2萬就能共居養老的內容，先問對方是哪一家，地址在哪裡，費用表在哪裡，拿得出來再談，拿不出來就當作沒有這回事。老後住哪裡這件事，最怕的不是花錢，是被一個聽起來很美的說法騙走了好幾年的時間。